和尤昌发一起遨游音乐世界。创作者：尤昌发，制作者：谢朝忠。我懂音乐吗？我在大约50年前留学的时候，那时我快要30岁了，才听到真正的管弦乐演奏和歌剧演出。音乐的学习就跟一切的学习一样，只看教科书，没有听到或者看到演出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在我留学的5年里，我努力的吸收演出的音乐，但因为我接触的演出绝大部分是歌剧和芭蕾舞，所以我40岁左右的时候，是听不懂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的。记得那个时候，我那位学物理、非常喜欢音乐，但完全不会看谱的哥哥跟我说，他非常喜欢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。我很坦白地跟他说，我不知道贝多芬的那些弦乐是什么样子，我必须耐住性子才能听那些曲子，因为我很少听这种音乐。大型的管弦乐和各种歌剧、芭蕾舞对我来说容易得多。但是我是知道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在音乐史上的评价的，我对这些作品充满敬意。但是因为接触的不多，我真的不懂这些曲子在干嘛。我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不懂就是不懂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做一个作曲的人，说不懂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，实在说不过去。于是我在心中充满敬意，觉得我应该去了解这些作品的情形下，开始一步一步去听这些曲子，分析乐谱，看有关于这些作品的文字。终于后来，我不只懂了这些音乐，也真的爱上了它们。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，对我也和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一样。我已经在国立艺专音乐科教作曲了，但是当时36、7岁的我，完全不知道这些音乐好在哪里。我当然是会分析这些音乐的，因为分析贝多芬钢琴奏鸣曲，是所有学音乐的人必须做的事。但是我并没有用心去听这些曲子。所以我是真的不懂这些作品的，我有的只是对这些作品的知识而已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我根本对这些音乐的声音没有什么认识，凭什么去讲这些作品给人家听？于是我把这些奏鸣曲从第一首开始到最后一首，听了好几个演奏家的演出，并且仔细把他们的演出做比较。终于我敢跟人家说我比较懂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了。但是这花了我好几年的功夫，因为贝多芬有32首钢琴奏鸣曲。